家好，我是大川法师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有关这个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吧。那么其实最应该跟的时事呢，是这个叫做特朗普和这个习近平呢又谈妥了哈，说这个新增的关税先不加了哈。那么反正这两个人呢，谁说的哪句话呢都没有人信，和互相讲的话呢，互相都不信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下一个比较旧的一个话题哈，就中国武术到底能不能打这个话题啊。在中山公园里面的这些练太极的呢，其实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同时呢，中山公园里面呢，还有一些教你练棍法的老头子哈，有一些年轻人跟着他练棍法，还有这个练拳法的老头子哈，就反正中国就是各种奇人异事都有哈。那么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我会发现就是说，确实还有很多人练武术。那么但是呢，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徐晓东和这个雷公太极打拳的时候哈，他10几秒就把雷公太极给打到了地上，然后呢摁在地上摩擦哈，那么真的是就是如字义所言，就是摁在地上摩擦哈。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引发了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就是说到底中国武术能不能打哈？那么当时呢，大家都认为呢，这个太极是不能打的哈。那么但是呢，有一些还是能打，什么八卦掌啊、八极拳啊，什么这些有一些了哈。但是呢，他们当中一般都会讲这个咏春还是可以打的哈。首先，武学这个东西啊，用人体来进行发力，然后进行对人攻击这个东西呢，首先它得要遵循这个物理学的原理哈。所以呢，在搏斗界和能不能打这个角度呢，最重要的是体重和速度哈。从物理学上来讲呢，徐晓东就根本就没有选过跟他同级别的选手进行比赛哈。那么要么是一些就是看上去什么仙风道骨，要么就是这个敏捷性非常差哈，看起来体重挺大，但是敏捷性非常差的这些人在给他打哈。所以呢，这些打呢其实本身是不能看的哈，就是不符合格斗技的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哈。那么中国武术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它的整个呢，它有些动作呢，其实已经是叫广播操化了，就是它的这个动作会非常大，比如说白鹤亮翅啊，什么这个有一招叫摆拳嘛，就是你把这样摆回来，转个半身，以这个脚为轴，然后以最大的幅度去进行这个。我们学过杠杆原理嘛，你这个杠杆越长，你不力量越大嘛？就中国很多这个拳法练的这个套路里面呢，其实这个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速度很慢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打拳击啊，它其实也有很多套路，可能也有更多的什么左勾拳右勾拳什么什么，但是呢，整体来讲呢，它有这么多的招数呢，但是大家一开始呢都是这种非常小幅度的咕咕咕咕咕，就只用这些非常简单的招数啊。你看拳击它哪有那么多的套路啊？它就是这虚招来一下，什么左勾拳右勾拳，虚招来一下左勾拳右勾拳，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现在所看到所有格斗技呢，其实动作都是非常小的。整体来讲，比起中国武术呢，都是要难看的啊。就中国武术呢是好看的，好看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实用啊。就是它所有的招数呢，都有很多的破绽和问题哈。中国武术在物理学上呢，就是有一点它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这个扭哈，这个。我看这个有一本书讲这个日本古武术的时候也是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扭呢是可以，就是你把你的内部肌肉把它扭起来，然后再旋出去的话呢，那么就相当于这个力量呢就等于可以加倍哈，就像你这个捻一个发条一样，把这个发条捻紧了之后，你再把它弹出去的话呢，那么你的力量呢是要比你直接这样打出去呢是要力量更大的哈，所以呢这个旋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就被我们认为的叫做中国武术的一个叫做内力啊。就是你把内部肌肉啊，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拧在一起之后，然后在你发拳的时候一下子把它全部都转出来哈，然后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对敌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哈。比如说这个李小龙有一个截拳道哈，李小龙截拳道里面最为著名的一个视频呢，就是说他站在那里哈，一动不动哈，就站在那里，敌人就在那里，然后呢，他一下子就把那个很巨大的一个彪形大汉把他打飞出去了1米多哈，他可能就是用这种旋劲哈，就是他把自己身体的内部的这些叫做内部的这个叫 inner muscle 哈，就是这些比较
这些你看不到的一些肌肉的一些这个蓄力哈，他把它都从这个脚跟这边一直蓄到这个手这边哈，然后呢，再用这个脚跟一下把这个发条给它扭开之后呢，啪一下出来，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就是李小龙绝仙道一个特点哈。但是呢，这种扭的这种发力方式呢，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准备哈，所以呢。你看这个李小龙打这拳呢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哈，所以呢，只有在对方完全没有防备，站在那里任你打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拳才能打出去啊。但是整体来讲，在这个赛场上的这种旋劲的这种东西呢，是很难发挥出功用的哈。综合的这几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咏春是比较能打的哈。因为咏春呢，首先呢。你可以看到他有个木人，他在咏春练的时候就有个木桩嘛，就不停的打那个木桩嘛。然后呢，他打呢这个咏春的特点呢，就是他的招式幅度非常小哈。但整体来讲呢，他就是打来打去的就这么点幅度哈，它没有什么大范围的这边勾那边勾，没有这些的，它就是这个小范围的，然后这样打。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要反关节啊，要加这个旋转啊那些东西，它把这个旋的东西呢都加在了里面了。所以呢，它的这个拳法呢是一开始咏春开始发明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给这个妇孺和这个老人拿来护身用的啊，就是说你用一个非常小的幅度的这种练习呢，你都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这种拳法呢，是一开始咏春设立的一个目的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咏春拳呢，其实是你可以看到咏春拳呢，在所有中国武术里面呢，是这个人气比较低的，因为它不太好看啊。他没有练什么很漂亮的套路哈，你比如说这个咏春的这个汇报演出，你能指望他打出什么很漂亮，什么翻个跟斗啊、咬字翻身啊、什么这个大鹏展翅啊、什么白鹤亮翅啊、这些黑虎掏心啊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啊，他就是汇报演出是吧？拿个木桩过来啪啪啪啪啪打完之后就然后鞠个躬走人。武术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有一个最终极的矛盾，就在于你能打和好看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是不能同时追求的啊。我们讲，这就是我一直认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矛盾论的观点，就是你不要觉得有一种东西呢是又好看又能打的这种东西呢，其实呢就不符合矛盾论的观点啊。比如说日本的这个叫做剑道啊，日本的剑道呢，它其实也不怎么好看，因为呢，在日本的剑道里面呢，它有一种叫真剑较量啊，就是拿那个真剑来比赛的那种。那么真剑较量呢，在以前呢，日本呢是武士道的国家，它是真的有这种拿真剑来决斗的这种事情的哈。那么但是呢，这个真剑决斗呢，它持续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短的哈，就是基本上拔出刀那一瞬间，第一招过去呢，基本上这个胜负就已经决定了。哎，啪！你砍一刀，啪！我又砍一刀，我这个剑可以挡住你，我又可以挡住你，然后他就要演化出一种就是拿来表演用的剑道哈。那么所以呢，中国武术呢其实也是这样，它一开始呢，它确实是为打人而诞生的哈。空手道不喜欢拿个木板在啪劈这个木板，这个劈木板这个东西呢，在真正的空手道实战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为什么？因为它发力太足了，就这个动作太大了，根本用不出来。还有什么跆拳道，就把一个木板放那么高，哇靠，我把它踢爆掉，然后然后大家鼓掌，然后大家我要去跆拳道。那个东西呢，虽然好看，但是在实战当中都用不掉的哈。因为呢，这个就是为了招揽门生用的哈。所以呢，你就说这个我们讲武术啊，它好看啊，不能打哈，这个其实是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讲这个叫做你这个阿诺施瓦辛格和史泰龙拍的那些电视剧啊，拍的那些电影啊，你觉得他确实练了一身肌肉非常好看，但是他真的能打吗？他所有的那些镜头都是假的呀。就是阿诺施瓦辛格和史泰龙这种人呢，他是在根本就不能格斗的，因为他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看，所以他练的健美嘛。很多人都说这个练健美练的就一身都是肌肉那种啊，就是有个好看，其实他的运动能力是不怎么样的，因为呢，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你要练肌肉的话，你必须要割断你的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肌肉的这个联系哈。你比如说，你要练这块肌肉的话，你就必须其他的肌肉最好固定住，然后就这个
然专门练这块肌肉的这种练习法呢才最好。但是呢，你比如说打架的武术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这个全身的肌肉你最好联动在一起，能够在一招之内把你所有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给传递出去，那么你才能够对敌人造成最大伤害。而你这个练健身这种把它每一块肌肉都分割出来单独练的这种练法呢，会让你这个形成一种不良的发力习惯哈。就所以呢，你做很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你都是发力不完全哈，就是你有可能只用了一块肌肉的力量啊，剩下的肌肉你都没用上啊。所以呢，很多这个练健美的那些呢，体育都是不行，格斗技也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找阿诺·施瓦辛格和这个叫做史泰龙这样的演员呢去演那些电影呢？就是因为那个好看嘛，就大家只有看着这种一身都是肌肉的这个大汉，然后啪一下就赤裸上身，拿那个机关枪啵噜啵噜啵噜打那个，大家才觉得爽嘛，然后大家才会想着要去锻炼身体嘛。我要锻炼成这样的话，很多美眉都会看我。我相信呢，这个所有的武术呢，刚创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创始人呢，应该都是能打的。之后他进行商业化呢，他就要招收徒弟，然后想要办法扩大自己影响力的过程当中呢，他或多或少都要把一些不能打的招数给加进来哈，然后作为招徕这个叫做学生的一个方式哈。那么结果呢，到最后呢，然后又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那些实际上能打真实操上面非常强的那些东西呢，又被禁掉了哈。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比如打架真的打死人，那会出问题啊，或者说那些特别阴险的什么插裆啊、插眼啊、什么扔石子啊、什么石灰水啊这些东西都被禁掉之后呢，剩下的那些呢，就是剩下广播体操那些东西。那么你说就是拿这个广播体操这些东西，你去打一个真正在练实战的这种徐晓东这样，不但在体重上面跟你有很大差距，而且呢，就是他也练了很多年的这种选手，那么你认为会打得过吗？其实我认为基本上是打不过的哈。就像你说非要拿这个阿诺·施瓦辛格和这个史泰龙，让他们去上擂台去打拳击，要他们去挑战泰森和这个梅威瑟这些人哈，那你就是让他们去找死哈，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呢，其实不是中国武术不能打哈，而是在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文学幻想当中呢，是希望有一个东西呢，又能打又好看啊，就像那个陈平原写的那个叫《文人剑客梦》啊，说这个其实真正的在江湖上混的人呢，大部分人都是用刀哈，又厚又重的大刀哈，因为这个东西呢杀人最快最有效率。但是呢，为了完成一个叫做文人侠客梦，不但要这个杀人有效率，我们还要打得要漂亮哈，所以呢，侠客都用上了剑，这个两面开刃啊，完全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的剑，反而成了武侠小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兵器哈，其实是一点用都没有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武术呢，就像我们现在武侠小说发展出来的剑一样哈，它没有了大刀的那一部分的实用精神啊，光注重好看的那些东西，那么当然它就不能打了。那么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